我是小宝贝儿鲁洛。这次要带来的是新9年到201上班卡池登场的全新5星雷属虚无大 C 黄泉的角色培养全攻略。看了这么多官方的 PV 以及皮诺康尼版本中有着极为大量剧情铺垫的黄泉，真的可谓是官方亲女儿啊！洛洛也在试用过6+5黄泉后，体验到相当爆炸的伤害。而对于平民玩家或是预算上较为有限的玩家，洛洛也会在稍后提供一些不同程度的入手方案，搭配周年首出双倍重置，也可以趁着这时把角色抽到建议的新魂加电影配置，早抽早享受。若还有需要查阅的其他角色，也可以再到播放清单中去查询，或是在搜寻栏上打上角色名称空格洛洛来查看是否有做过的影片。目前洛洛的频道都会陆续制作原神以及崩坏新9年的相关影片，喜欢这类型的影片与直播的话，都可以先订阅洛洛的频道哦。黄泉是5星雷属性虚无命图的角色，定位为输出，伤害主要仰赖无视敌方所有韧性血刃与降低全抗性的终结技，并且本身没有能量槽的设计，所以释放大招的前置条件主要是透过场上任何可以给敌人叠加负面状态的方式来累积最多9点的残梦。当残梦累积到9点时，就可以释放终结技。主要的伤害来源也都是源自于终结技，所以和银之一样，都可以在魔灵宇宙选择制式命图来走。因为黄泉没有能量槽设计，所以像是一些回复能量的 buff 或遗弃就没有什么收益，例如霍霍尔庭园的回能，或是魔灵宇宙祝福锦星祝寿月的回能效果、能量神的加成等等。因此，换句话说，如果有降低能量的底 buff 时，对黄泉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但若是终结技相关的 buff 就可以吃到，像是在魔灵宇宙走制式命图时，搭配桶中脑的效果释放时，就可以直接回满9点残梦，并且给场上随机敌人附加9层极针刺。为了黄泉，就连这个命图回响的效果，也把获得临时能量额外释放1次终结技的叙述更改了，变为再次启动终结技。真不愧是官方亲女儿啊！这里也附上黄泉1到80等行迹专属光锥点满的材料数量总数，技能等级主要是先以普攻6等、战技、天赋、终结技10等的资源消耗量。黄泉的天赋主要和终结技紧密联动。由于黄泉没有能量槽的设计，但要释放终结技会需要透过给敌人叠加负面效果来累积名为残梦的能量点。当残梦累积到9点时，就可以释放终结技，因此可以把残梦视为黄泉能量点的一种名称。每累积点残梦，就会代表场上敌方目标也会获得1层极针刺。极针刺可以看成是黄泉给敌人的一种标记，并不属于负面效果。残梦和极针刺的数量是对应的。黄泉当前有几点残梦，就代表场上敌人所累积的极针刺总共有几层，并且极针刺不会随着敌方被击退后而消失，也无法被解除掉。若是身上持有极针刺的敌人被击退后，身上的极针刺会转移到当前场上的其他随机目标；而若是场上当前波次持有极针刺的敌人被击退后，会转移到下一波次的随机敌方目标身上。而虽然转移目标是随机性的，不过在多场实战战斗中观察下来，极针刺会优先转移给 BOSS 级敌人，再来是精英级敌人，最后才是小怪。极针刺的叠加方式是需要敌方陷入负面状态就会叠加1层。假如场上有多名敌人同时身上附有极针刺时，就会为其中极针刺数量最多的敌人附加1层极针刺。这里也补充一下关于极针刺的一些叠加方式与机制。极针刺主要可以透过替敌人附加负面效果时叠加，但这个负面状态有许多管道可以快速叠加。洛洛这边大致上整理一些可以叠加极针刺的方式。首先是只要场上任意单位释放主动技能，并且使敌方陷入负面状态。这里的任意单位指的是像黄泉本身的战技、终结技、队友的技能或召唤物等附加的负面状态。例如姬子普攻先附加灼烧 debuff， 而后正好再触发姬子的追击，再次造成灼烧，这样等于释放2次技能，又同时附加负面状态，就可以叠加2层极针刺。其他像是命图回响附加的负面状态，例如虚无命图的回响伤害，更甚至是敌方自己给队友附加的负面状态也都算在内。例如梭勒打狗自爆后转移给敌方的裂伤状态，每一次释放技能最多可以附加1层极针刺，所以像是有多段伤害、群体伤害的技能所附加的负面状态，都只能叠加1层极针刺，而且会叠加在当前极针刺层数最多的敌人身上。此外，宇宙市场趋势是一个能够让敌人攻击我方装备此光锥的存活角时会受到灼烧的 debuff 状态，因此假如是火主佩戴了宇宙市场趋势，并且开启嘲讽，让场上所有敌人都攻击火主时，就会有1回合给黄泉快速累积残梦的奇效。假如有3个敌人都分别攻击了1次火主，这样就有机会能直接给黄泉快速叠加3点残梦。而稍微比较特别的是，极针刺会反弹回场上持有最多层的敌人身上，让原本身上极针刺最多层的敌人可以集中累积。这样的机制让黄泉的极针刺在搭配宇宙市场趋势的存护时不会造成分散。不晓得是不是刻意为了黄泉设计，不过确实这样会让黄泉的机制在发挥上更加舒适。而 DOT 伤害所附加的负面状态，如果是轮到敌人行动回合的自然结算，或是黑天鹅奥基回合的自然结算，前者是因为自然结算只有 DOT 伤害而没有负面状态，
所以不符合行动加负面状态的极针刺叠加条件，因此不会叠加极针刺。后者是黑天鹅奥基在自然结算时，虽然重置奥基层数时会有负面状态，但并不是由黑天鹅释放技能所造成的，而是轮到敌人回合时才导致的。没有行动来放技能，只有负面状态，因此也不满足行动加负面状态的极针刺叠加条件。而若是敌人身上有奥基，再搭配卡夫卡技能之类的额外结算，同时附加负面状态，这样就会符合行动加负面状态的极针刺叠加条件。终结技是黄泉的核心技能，也是第一个没有能量槽设计的角色。搭配天赋的叙述，黄泉在释放终结技时，可以无视敌方弱点造成血刃，并且还能够给敌方全体造成全属性抗性降低的效果，直到终结技期间结束。这个全属性抗性降低的 debuff 也可以被计入到死水四件套的效果叠加倍率。终结技也是黄泉的主要伤害，一共4段，前面3段为提泽与斩，最后1段为最高倍率的尾刀黄泉反渡。有着单攻和群伤的混合伤害，前面3刀在砍中身上有极针刺的敌人时，每消去1层极针刺，会使黄泉的伤害提高，并且对敌方全体造成基于部分攻击力的雷属性伤害。极针刺最多能1刀消去3层，实际情况下可以获得60%的伤害倍率加成，所以尽量让前3刀劈在身上极针刺有满3层或超过的敌人身上，而这样的攻击总共可以打3段。等到前面3段挥完后，就会自动砍出最后1段全攻伤害，同时清除场上所有的极针刺。另外有需要注意的小地方是，黄泉的终结技前3刀若是消去3层极针刺，收益最高，因此敌人身上的极针刺若为3的倍数时效益最好。而在我们击杀敌人后，其身上的极针刺会转移给场上其他的敌方目标，因此在黄泉发动终结技前，也可以优先击杀小怪。假如小怪身上有2层极针刺，另外一个精英怪身上有7层极针刺，这时候就可以让队友把小怪击杀掉，使2层极针刺转移到精英怪上，此时精英怪就会累积9层的极针刺，并且再搭配黄泉终结技时，就可以前3刀都是消去极针刺3的倍数，并且达到最大的伤害效益。也为黄泉这个无视弱点血刃和全属性减抗的机制非常强势，还能够打出4段那么多伤害，比起净流自身行击给自己的加成还要夸张。只要不是遇到雷抗高的敌人，全部都能打。因此黄泉在释放终结技后，就会像是进入到一个虚无且独立的空间。这里可以发现左侧的行动条，就连队友也都不见了。在这个空间中，只会剩下敌人和黄泉，所以黄泉在这个空间中就不能再被队友的终结技插队进来释放，也不能触发队友的追加攻击。敌方若是在终结技持续期间的这个空间中被打死的话，也不会马上死去，甚至可以继续作为攻击目标，只是身上的极针刺会在生命值归零时转移给其他敌人，等到离开这个空间后才会真正死去。而黄泉若是在终结技空间中对敌人再附加负面状态，也不会再叠加残梦和极针刺，可以看成这个空间就是一个类似黑洞里面静止的虚无。黄泉的战绩为扩散伤害，对敌人造成伤害后可以获得1点残梦，并对主目标附加1层极针刺。在残梦还没有满时，黄泉在场上主要都是使用战绩为主来累积残梦和给敌人叠加极针刺。若是能够搭配专属光锥行于流逝的暗，造成伤害后可以获得2点残梦。黄泉的普攻为一般的单体雷属性攻击，攻击敌人不会叠加残梦，除非有佩戴专属光锥行于流逝的暗。升级顺序上可以放在最后。黄泉的秘技为攻击型秘技，使用后黄泉会转化为第2形态，向前途径一段距离劈砍。若是砍到小怪级别的敌人，不会触发战斗，而且直接让小怪蒸发，并直接领取奖励。为了更好判断，也可以观察敌人头像是否会出现红花标记，这时候按下 Z 也可以观察到敌人状态会显示褐叶的说明，表示可以被黄泉秘技斩杀。若是刚好砍在会触发随机铺满乱入的小怪时，也可以直接领取铺满的奖励。只是秘技的攻击不能直接斩杀铺满，因为铺满太可爱了吗？如果使用秘技没有劈砍到敌人，则不会扣除秘技点，可以无限挥砍用来帅气赶路。这样的机制可以优化在模拟宇宙攻略时的通关速度，并且在大世界探索时也可以加快素材的获取。若是有多只小怪，砍了几只小怪就会扣除几点秘技点，所以若是在大世界要频繁使用秘技出大地的话，可能就要多准备一些奇巧零食喽。若是黄泉秘技劈砍命中到精英或是 BOSS 级别敌人时，就会触发战斗，并且在每个波次开始时，使黄泉获得4项断我，可以对敌方全体造成黄泉200%攻击力的无视弱点属性的雷属性血刃攻击。若是刚好击破敌方弱点，则会造成雷属性击破效果。而4项断我则会在黄泉终结技释放后，以1:1的守恒定律为黄泉恢复1点残梦，并同时为场上敌方随机目标叠加1层极针刺。随机叠加的优先顺序同样是 BOSS 大于精英大于小怪。解锁额王能力赤鬼，黄泉在战斗开始时就能够获得5点残梦，并同时随机给敌方1名目标附加上5层极针刺。若是残梦溢出超过9点时，每1点可以叠加1层的4项断我，最多可以溢出3层。这个机制也是目前版本中其他角色都没有的能量溢出补偿。举例来说，若是当前为黄泉行动回合，场上只剩下残血小怪，击杀小怪后就能够进入到下一波次的 BOSS。
而黄泉此时已经集满了9点残梦，但这时开终结技就会浪费掉待会对到 BOSS 的终结技时机。搭配赤鬼的溢出补偿，就可以放心使用战技收割小怪。在进到下一波次的 BOSS 关时，黄泉就不用担心溢出的残梦浪费。再加上前面也了解到了黄泉叠加残梦的相关机制，所以其实真的也不用太担心黄泉的充能，反而是比较容易溢出。而赤鬼又让黄泉能够最多储存额外3层，释放完终结技后，4项断我就会再转化为残梦和对应在敌人身上的极针刺数量，让黄泉开完终结技后又有基本的起始能量点，解锁额外能力奈落。只要在我方黄泉所在的队伍中存在1或2名除了黄泉以外的虚无命途队友时，黄泉的普攻、战技、终结技就能够获得115%或160%的倍率加成，也为这个增伤为独立城区，所以不会和其他城区有搭配后稀释的情况，因此带来的加成是非常可观的。虽然奈落这样的机制就等于会限制黄泉在星魂灵状态时的配对，不过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队伍练度总体情况来考量是否要吃满奈落的倍率增伤。以黄泉单一名虚无命途的角色来说，另外一名最适合的虚无命途队友洛洛会建议是佩拉，一来是4星好取得，卡池也有陪跑加倍，并且装备绝心如汗珠般闪耀的光锥与佩拉的终结技，等于会有全体减防的效果，自身也有一定的输出能力。有小怪残血时，佩拉也可以收割，让极针刺集中叠加到其他敌人身上。而佩拉在解锁到星魂4后，战绩上也会有上负面状态的能力。另外也可以考虑的虚无队友，则像是银狼、瓦尔特、豆的体系的卡夫卡、黑天鹅、贵乃芬、桑博、卢卡等等，但就要考虑到伤害表现，避免只是带一个没有伤害的工具人搭配黄泉，为了凑而凑，这样队伍总体的伤害表现可能不如你直接换成有专属光锥的布罗尼亚或是花火。像是搭配银狼时，假如未满星魂2，就比较偏向是上弱点和单体负面状态的工具人，星魂2的银狼才开始有负 C 的输出能力。而瓦尔特同样也是有练度的话，是很不错的虚无负 C， 所以银狼和瓦尔特只要有伤害、有练度，都可以和黄泉搭配。而多的体系的卡夫卡、桑博、卢卡等等，没有足够的练度，或是搭配专属光锥等等，若不能够带来一定的伤害表现，也只是上负面状态的工具人。黑天鹅和贵乃芬则是具有一些较为实用的上底 buff 能力，像是奥金的无视防御、贵乃芬的异伤等等，都算是比较实用的负面状态，并且技能组上也是群攻。而桑博和卢卡比较还是属于跟着卡夫卡的，但拉出来和黄泉的话，就只剩下工具人作用了。又或是说卡夫卡搭配豆的手，像是卡夫卡加黑天鹅的黑卡组合搭配黄泉，或是其他豆的手来应对敌方弱点，再把绝心如汗珠般闪耀转移给其他豆的手装备，也是一种方向。从洛洛这边大致整理的一些虚无队友选择来看，假如你没有适合的2个虚无命途的队友可以和黄泉组队的话，那么你就要考虑可能要往上抽黄泉的星魂2了，因为星魂2就能够解除这个配对限制，变成只要1名虚无命途队友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案则是，如果我没有办法抽星魂2，就要看你是否有练度足够的布洛尼亚或花火来补上你缺少的伤害倍率城区了。假如只吃1层奈落是115%加成，比起吃满的160%倍率，就少了45%的独立倍率城区加成。那最好就是要有专属光锥的星魂1以上布洛尼亚，或是有专属光锥的花火了。这样比起放上桑博硬凑，放花火会是更好的选择。黄泉的奈落也就像是元神纳乌莱特的天赋效果，所以能够吃满天赋效果的增伤，或是能够放宽组队限制，也都是很关键的。最好的情况下，就是既吃满天赋增伤，还能够解除组队限制。而万一经济预算不足，那就只能想办法从其他队友人选来弥补。解锁额外能力雷星，黄泉终结技的前3段攻击命中带有极针刺的敌方目标时，会使黄泉的伤害提高30%，最多叠加3层，还持续3回合的超长回合数。所以在战斗中，只要第1刀有劈中极针刺标记的敌人后，后面的终结技段数也都可以吃到增伤，包含后面的战绩也几乎可以说是常驻享有这个 buff， 加上超长持续回合数，很快就可以又搭配终结技延长 buff 效果。也因为雷星的机制，所以我们在使用黄泉终结技时，最好就是要让敌人身上的极针刺为3的倍数，像是9、6+3、3+3+3这样的情况。比较丑的情况就是7+2、8+1这种，这时最好就是要先让前面3刀劈在极针刺层数较多超过3层以上的敌人，搭配前3刀单体攻击触发的群体伤害后，看是否可以收割掉低层数极针刺的敌人，再让被击败的敌人转移极针刺，让极针刺集中叠加，只要每刀都能消掉3层极针刺，就会造成更高的伤害。黄泉的行击加点顺序方面，优先升级核心的终结技和天赋，其次为叠加残梦和极针刺的战技，普攻可升可不升，有专属光锥就可以加减升，可以是终结技、天赋、战技时普攻4到6的配置。解锁星魂1后，黄泉对持有负面效果的敌方目标造成伤害时爆率提高18%，搭配黄泉的机制，等于是直接稳定提升爆率。但更为重要的星魂效果还是在下一个星魂，星魂2是黄泉的关键星魂。身为版本大 C， 又是官方亲女儿，和影月一样，把质变和关键的星魂设计放在了星魂2，更甚至是超越了影月，成为目前2+1最强的角色。原本行击中奈落的要求需要在2个虚无队友搭配黄泉，解锁星魂2后就变成只要1个虚无队友就能够吃满160%独立增伤，并且多1个队伍位子，
就可以再放各种强力童鞋。你的童鞋多强，黄泉就会再变得多强，配对也更加自由。除了这样，还有更强的。黄泉自身回合开始时就会获得一点残梦，也会让极针刺最多层数的敌人再加一层极针刺，等于优化黄泉自身的充能。搭配战绩一回合就能够回复3点残梦，2个回合就能够放一次终结技，再搭配花火提供爆伤，能够提前行动的这种童鞋，战斗体验舒适之外，伤害更是大幅起飞。星魂3和5分别提升终结技加普攻、战绩加天赋的等级上限。解锁星魂4，让黄泉增加了额外的终结技异伤程序收益，会在敌人进入战斗后直接附加在敌人身上，属于负面效果的一种。虽然终结技异伤倍率不算高，只有8%，但主要可以加入负面效果的技术中，并且搭配会召唤小怪的精英怪。只要精英怪召唤小怪进场后，小怪的进场正好会触发星魂4效果，被附加上终结技异伤负面状态，此时就会让黄泉累积残梦，以及敌人身上叠加极针刺，功能面上还是蛮多的。买星魂的黄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终结技伤害全属性抗性穿透20%，并且还让普攻和战技造成的伤害都视为终结技伤害，所以相关的终结技增益效果等等，普攻和战技也都吃得到，并且还能够无视弱点属性削减敌方韧性。击破弱点视为雷属性击破效果，几乎可以说是在黄泉面前的所有敌人都是有雷属性的弱点啊。而原本敌人就已经有雷属性弱点的话，还会再被打穿一次。至此，满星魂的黄泉真的是目前所有角色中输出和机制都最强的角色了。星魂效果推荐，最为推荐的就是星魂2和星魂6。星魂2解放队友限制，而且每回合充能加快，牺牲的独立增伤也补回来了。再搭配花火和波罗尼亚这种一直拉的童鞋辅助，黄泉直接穿攻击鞋，充能不担心，伤害下叫。魔力宇宙、虚构叙事、混沌为3大常驻关卡爽爽刷。而星魂6更是无视所有敌人属性，这种直接把敌人看没有的角色，不是女王还是什么？一种解决完敌人后说出泯灭帮是谁？真是太帅啦！黄泉的仪器4件套首选死水4件套，整件套装都契合黄泉的机制。2件套对受负面状态影响下的敌人造成伤害提高，4件套提高双爆，并且对敌人附加负面效果的话，仪器效果还可以再提高，为黄泉的毕业套装。而若是过渡时期，则可以选择死水、攻击、雷伤的2+2混搭。后续也是要以死水4件套为最终目标。饰品2件套的部分，首选魔力宇宙世界9可以刷取到的出云显示与高天神国。套装效果常驻提高攻击力，并且在有1名与装备者命图相同的队友时，爆率可以提高12%。其次可以选择的为萨尔索图，提供稳定爆率与终结技伤害加成。以及主副属性选择可以参考表格，躯干优先选择双爆，鞋子选择攻击或速度，星魂2以上或是搭配会拉行动的波罗尼亚、花火等童鞋就直接穿攻击鞋。次元球选择雷伤，连接神选择攻击，能量神没有用。黄泉的变变版参考爆率70%以上，爆伤150%以上，攻击力3100到3500以上。黄泉的5星光锥首选专属光锥，行于流逝的暗。这个光锥是虚无命图光锥中唯一有提供爆伤的，而且还给到很大量的爆伤，点影1就有36%，点影5高达60%，和纪元光锥同等级的输出光锥。虽然这样的数值再搭配加爆伤的花火来说会有稀释的情况，但光锥叙述中的泡影效果也是专属光锥所独有的附加负面状态机制，而且是必中效果，不看效果命中，只要装备者击中目标，就会使敌方陷入泡影，对其造成的伤害提高，终结技的增伤也会提高。有了专属光锥的高爆伤和高增伤，就算搭配比较没有爆发能力的虚无队友时，黄泉也能够在没有搭配同鞋队友的情况下，依然发挥可观的伤害。盐味泡影的机制，原本黄泉普攻没有累积残梦和叠加极针刺的机制，装备专属光锥后，黄泉普攻就能够累积1点残梦和叠加1层极针刺给敌人，战绩也就可以累积2点残梦和叠加2层极针刺给敌人。若是星魂2的黄泉，自身回合开始回1点残梦，更是1回合就能够回3点残梦，再搭配死水4件套的效果，让 buff 翻倍，为黄泉量身打造的专属光锥效果是非常强势的。其他5星的虚无光锥都没有提供爆伤或是终结技增伤相关的收益。如果真的要说可以用的5星虚无光锥，可能就是银狼专属光锥羽翼之下，或是卡夫卡专属光锥只需等待，或是优先考虑4星光锥的虚无输出光锥。4星光锥的晚安与睡颜可以说是虚无输出角色在没有专属光锥时的最佳下位替代选择，但最好是满叠影，否则增伤幅度有限。因为4星虚无光锥没有给到双爆城区，因此选择晚安与睡颜时，双爆变版就要花更多心思去养成。如果再有满叠影、晚安与睡颜搭配花火这类童鞋以及练度足够的队友仪器时，星魂0的黄泉也是有很不错的伤害，但前提是真的要有练度够的队友仪器。因为洛洛近期见解了好多账号，都发现很多抽0+0的账号，在没有练度和队友的情况下，就抽了很多组不成一队的角色。所以这里也是小小提醒一下，其他的4星虚无光锥都比较偏向辅助项用的，所以都不太适合打输出的黄泉了。因此除了晚安与睡颜，其他就先不考虑喽。黄泉的配对思路主要就是搭配额外能力耐弱的要求，星魂0需要绑定2名虚无队友，星魂2只要1名虚无队友，否则无法吃满独立增伤效果。
前面有大致提点一些适合黄泉的虚无队友，因此洛洛这边会带来一些未满星魂2以及解锁星魂2以后的黄泉配对参考。第一队带来的是星魂0的黄配银，怎么听起来很像什么班上里面哪位同学的名字？组成为黄泉加佩拉加银狼加生存位，剩下生存位若是要有负面效果能力的话，可以搭配新出的4星加贺，或是要放火主、符玄、罗刹、沙金、霍等等都可以。存物角装备宇宙市场趋势，尤其像可以嘲讽的火主，可以透过受击快速给敌人叠加极针刺，进而让黄泉快速充能。而霍要注意的是，回能效果黄泉吃不到。银狼的部分也可以换成瓦尔特。若是银狼要具备负 C 能力，建议至少星魂2以上。若是银狼没有星魂2，或是缺少其他虚无队友，也可以直接换成能拉行动的花火，或是波洛尼亚，组成黄配花之类的组合。现在听起来又像是某位同学的妈妈名字了。这样的组合也可以透过花火的战绩提前行动，让黄泉快速行动，充能和叠加极针刺，穿攻击鞋伤害更大，也比起硬塞虚无队友更好。若是星魂2也可以直接组成黄配花，等于多了前面星魂2提到的多种质变收益。再来是提供给有抽卡夫卡的黄泉玩家，可以组成黄泉加卡夫卡加豆特手加生存位，主要是走黄泉直伤加卡夫卡体系的豆特伤害的一种3虚无混合伤害玩法。最好的配置会是卡夫卡加黑天鹅这2个机制相互契合的好姐妹，组成黄黑卡。这是什么卡？而若是没有黑天鹅，就可以再考虑换成贵乃芬等有异伤的豆子手，也是星魂0的黄泉可以考虑的配对方向。并且就算是星魂2以上的黄泉，因为黄泉本身无视弱点血刃的强势，2号位虚无位也可以带专门克制弱点的副 C， 像是有学术弱点就带瓦尔特，有风弱点就带黑天鹅，有火弱点就带贵乃芬等等。最后总结黄泉抽不抽的建议。黄泉是一个机制完整，而且输出能力非常出色的版本大 C， 并且终结技也有着爆炸的全伤，各种无视弱点血刃机制和无能量槽的机制也是有别于其他5星角色。星魂网上更是当前最强的存在，搭配后面将推出的全新魔力宇宙 DLC， 以及黄泉能够杀骗、混沌回忆、虚构叙事、魔力宇宙、除遍大世界的优秀能力，真的是早抽早享受。学会输出的肉们，黄泉可以说是一种披着虚无皮的毁灭加知识输出，不论是费用性还是强度，都是目前最亮眼的存在。而对于一些经济能力不同的人，洛洛也会提供一些个别的抽取等级来提供参考。胡克或是月卡档，洛洛的建议会是0+1或是0+0，这2种取决于你游玩游戏的深度。最为推荐的会是0+1，因为前面也说了，专属光锥提供了大量爆伤，还有必定命中的泡影负面效果，等于能够优化黄泉的充能，加快释放大招和增伤，就像是全新的一台车出厂，有着标准的4轮传动。而若是0+0黄泉，就像是少了一颗轮子，这样就必须建立在你有满电影的晚安与睡颜，最好是再有0+1的花火和星魂4以上配拉，搭配满电影的决心如和诸般闪耀，生存位可以再搭配加贺，并且遗迹和面板方面也都是练度足够。在有这些条件下的黄泉，至少还有那么点补上了一个他牌的备用轮胎上去的感觉，这样0+0的黄泉还是可以玩的。又或是说抽黄泉只是要用来除大地，平常也只是把游戏当副游，没有很认真在攻略混沌回忆和魔力宇宙，就没有什么差别了。而中客或是有趁着手除双倍重置存到足够星球的日友们，洛洛就会建议直上2+1。前面说0+1的黄泉就像是基本款的4轮汽车，那2+1的黄泉就是让你享受高档进口跑车等级的程度。2+1的黄泉可以说是超越隐月，成为当前2+1角色最强的存在。星魂2的质变和效果也非常多，能够让你在游戏中的体验大幅提升。前面已经有过隐月的前车之鉴，能够早抽到隐月星魂2的人，就早点享受质变的隐月，就不用苦苦等副科，等到副科又来了个版本大 C。现在黄泉这样一个版本大 C 又出现的情况下，能够直上2+1就直上2+1。稳稳玩，其实也不用再等副科了，因为目前黄泉的伤害能力是足以玩好几个版本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想用黄泉玩到官服，那就考虑大课长的6+5方案吧。黄泉也是洛洛玩米家游戏的多重宇宙本命角，充值的点也是要给它满了。虽然6+5的黄泉伤害真的是益处很多，因为真的是无视任何敌人。不过课长就是追求这样的爽感，就是要躺着 auto 所有关卡，双门的黄泉用到官服真的也没问题喽。最后总结黄泉的抽取建议：星魂0之后建议再将专属光锥抽到，而后往星魂2抽取，最后就是满星魂满电影的顺序。以上就是黄泉的角色分析全攻略，希望大家都能更了解黄泉的养成概念。有想参与讨论，也可以加入洛洛的 Discord 群组。后续洛洛也会再制作崩坏星球节奏的一些攻略指南，有想知道的主题可以留言在下方，洛洛会优先制作大家需求比较高的。此外，直播时有任何问题可以来询问。爆肝制作攻略不容易，如果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节奏按钮来成为会员，或者点条感谢再落杯新奶茶。最后喜欢这支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不见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乐贝尔陆洛洛，我们下次见喽。